第15章，谢立恒诗情回忆地理世家，城中校长编纂1典，名震全国，进京请愿，鞠躬最伟演讲地理，哈定拜伏吉门诸子，驰谕各地专心黄老，参究内宫一语难书，未登上授我从医的业师，除了医学院一班老师之外，业师一共3位，其中最早受教的就是中医专门学校校长谢立恒老师，他曾教导我温病课程和其他医学理论。毕业之后，我仍然追随不舍，在我的情感上，谢老师是难以忘怀的。我在医学院毕业的那年，随从校主丁甘仁公写药方，可惜期间实在太短了，丁公就因病谢世，因此转到丁仲英老师门下。我在仲英老师家中从幼2年有伴，在这时期中，诗情更难忘怀，又确实得到丰富的临床经验。我的医药上的进步，仲师是出过不少力的。仲师比我年长20年，在我执笔写这篇文稿时，仲师已86岁高龄，但是由于他修养得好，深得心理卫生之道，现今仍在美国行医。我在1971年8月间特地到美国去探望他，只见他老人家精神旺盛，有如60许人，还能打大力功的拳术，打拳时拳风嗖嗖有声，平时出入都是安步当车，一些也看不出老态。谢立恒老师对我以子弟看待，他平日接触的人很少，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，总是叫我去办理，他对我也帮了不少忙。我那部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编纂成功，也是由他推荐而成就的，经过已如前述。1949年，我到香港，临别前我还到谢师那边去辞行。谢老师见到我要离开上海，当时他神情沮丧，虽然谈话不多，但印象难忘。1950年10月，我得到一个噩耗，谢师已经去世，因此郁郁不乐好几天。我思前想后，总是在想我们师生的情谊，结果我花了3天功夫，写了一篇谢立恒先生传记。这篇传记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但是我的文言文力求浅显，不上雕琢，所以至今看来还觉得有亲切之感。那时节，香港和上海书信来往还很方便，我把这篇文字寄到国内给几位老同学传观，并且要他们加以指正。同门之中，秦伯蔚、张赞臣、盛心如等见了我这篇文章，认为我写得不错。伯蔚兄还为我填了一首蝶恋花词，作为我这篇传记的引子。张赞臣、盛心如两人又各为我写了跋、前尘影视，跃然纸上。有许多事情，如卫生部招待哈定博士所讲的话，为我前文所不详，所以特地把这篇传记转录如后，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件事。原文如下：谢师传记满院杏花谁做主？恼煞东风，依旧红如许。心事白头无可语，勿教俯仰伤筋骨。散尽当年诸伴侣，嗜酒评茶，没个闲情绪。回首轻游江上路，春波千叠斜阳暮。蝶恋花，过城斋，到谢立恒先生，兼怀同门诸子。秦伯蔚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《词源》及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，进士人士无不轨藏，备作检考之用。良以内容丰富，在群集中自有其巍峨不灭之地位，璀璨长耀之光辉。编著此书者，署名谢官，即无师武进谢立恒先生也。不幸近在上海派克路、金黄河路梅府里玉邸达烟卒化，享寿71岁。呜呼痛哉！
噩耗传至，道心师徒，目坏山颓，更强安养。导师云王，道思何以？地理世家，城中校长谢师会官，字立衡，籍历江苏武进，其故居在县北之罗树湾。谢氏为此间大族，晚年自号诚斋老人，译者所以寄相思也歟。伯祖惠兰生，名医而兼通儒，有关于医学之著述甚富。大父惠宝初为当时医药界名宿。父惠中英为研究地理学大家，收藏全国各省余地图册甚富。谢师幼承家学，性又颖悟，年12，毕5经4子书。对于古今山川形势，峻毅严格，已了如指掌。又熟诵《内难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《本草经方》。年15，出就外附，亦肆立于史学余地，精研秦汉诸子。时值甲午战后，海内征言维新，议中就有龙城书院刻应举之文，制式改为致用经社，师入学，每事折贯其草。选以地理之学，教授于广州中学、两广优级师范、陆军中学、陆军小学。亦是广州地理教习，非师不能压众望。轻才硕学，年少翩翩，寻杰出之才也。凡3载，辞归，就商务印书馆编辑职务，作庸书成，风选笔端。初时编纂地理书籍，先后成图书30余种。既编著医学方面用书，时同任编务者，中亦有同乡运铁桥先生，尚未以医名。西则为余云秀士。玄该馆有慈源之籍，谢师负责医学及地理部门，故慈源末叶载列编纂人姓名中有谢官者，即谢师是也。谢氏深与其义，义为宜。谢师名重士林，乃为上海城中中学聘任校长。时有学生3000，占地30亩，为营造富商业城中市斥资所创，经费充裕，为海上4校冠。而办理未善，风潮迭起，失治，严管理，勤教课。对于国文课本之改纂编著，痛下功夫，融化心说，实事求是，虚应适用。后来中国有教科书，即以城中启蒙读本为蓝图，故当民国初元，最驰誉于教育界者，绝为谢师主持之城中中学也。当年造成不少有名人物，学术界中著名之胡适之博士，中学时代亦常在麦伦书院及城中中学就读，是谢师之门墙桃李，不特医务人才遍天下，即以城中中学而出于谢师熏陶作育者，其数盖一更仆难数矣。编纂医典，明朕全国谢师续以编纂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时，常言最初之骨干，乃其祖师所著之《医药条变》一书，再以历代学说治为调试，详考名物，条分缕析，务取详实。正以新说决其取舍。同时辅助工作者得12人，焚高祭鬼，日夜辛勤，屡删屡增，硕一起稿，历时9载，书乃告成。当全书复印之时，不亦辅助工作人员10人之中，积劳而没者2人，因病而治愈者4人，足见此书之成就不易也。